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岩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鸿蒙系统啊，从诞生之日起呢，大家就对它抱有非常多的期待以及疑问。那经过了3年的迭代啊，鸿蒙系统的分布式技术的能力是否是常用常新呢？一起来看一看鸿蒙3在多场景、多设备下如何联动硬件产品，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鸿蒙全家桶。如果联动多款的鸿蒙设备，那你必须要了解超级终端了啊！超级终端呢，就是控制中心作为鸿蒙多设备的互联互通入口。一拉即合的操作让我们印象深刻。那之前呢，在手机端啊，快速一拉，你就可以完成协同的操作。本次呢，鸿蒙3则带来了更加超级的体验，直接打通了除了手机之外，比如说平板啊、PC 啊、智慧屏、手表等产品都变成超级终端的控制中心。和之前不同啊，脱离了手机单一控制的限制。比如说之前啊，在手机端下拉控制栏实现一拉即合的互联体验，那现在呢，在平板端啊、手表端啊、智慧屏啊、PC 端同样可以实现。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。平板端下拉选择超级终端，可以看到一拉即合的交互方式。智慧屏呢，长按遥控器菜单键，在控制按键下方就能看到一拉即合。PC 端点击任务栏快捷按钮，同样可以实现一拉即合。甚至在小小的手表上面，那你下滑一样可以找到超级联动后实现一拉即合的畅快体验，这可太神奇了。但是以上呢，都是基于你同一个华为账号下。那如果是打印机啊，或者是智慧屏这些公共场所的产品，没有在同一个账号下，如何进行协同操作呢？这一次鸿蒙3超级终端支持扫描附近的设备，输入6位的连接码就可以实现其他的账号下多设备的互联和协同，这可就太方便了啊！大大的拓展了使用场景。在超级终端里呢，其他账号或者是没有登录账号的设备进行了非常贴心的颜色区分，互联的时候更醒目。超级终端控制中心的 UI 交互界面简洁实用，体验上呢，随用随拉的方式简洁明了，可以很方便的快速上手。好，看到这里啊，一定会有小伙伴们有这样的疑问啊，鸿蒙的一拉即合啊，这和苹果的多设备互联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这里咱们简单解释一下。苹果的 iOS、macOS 以及 iPadOS， 那这些呢都是单独的系统。如果想要在闭环生态设备之间实现流畅的互联互通，是需要通过创建中心来实现的。其他的第三方硬件想要加入到互联设备里面啊，也必须要通过苹果的硬件来创建控制中心来实现。但是鸿蒙呢，不同于苹果的以硬件为中心的策略，而是从一开始呢就采用了去硬件化的思路，提出了分布式的能力。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啊，只要是安装了鸿蒙系统的那些带有屏幕类的产品啊，它都是一个独立的超级终端控制中心。没有手机也行，你用手表也能控制其他的鸿蒙设备。那基于这个全新的思路，搭载鸿蒙3的独立设备，配合超级终端，如何实现多场景多设备的互联互通、相互协作呢？咱们抓紧来看一下。首先是常用的手机加平板啊，只需要任意一端选择超级终端一拉即合，默认呢手机画面直接显示至平板端。手机端购物、办公等等，拿起平板呢继续操作。除此之外，文件可以随时导入导出。平板端的键盘硬件可以共享至分屏的手机应用，而其他的共享摄像头、共享网络这些操作都可以简单实现。手机端呢，在超级终端里选择需要共享的功能和硬件，同样平板端就可以共享手机上的所有的摄像头啊、功能等等。当选择平板来共享手机端的网络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手机去分享 WiFi 热点，还有其他的分布式通话、短信这些比较常用了。刷剧的时候，手机来电你可以选择在平板上接听，不用拿起手机，直接在平板上也可以进行拨号。收到验证码呢，平板也可以直接接收。如果呢你还有手机、电脑、耳机，那3个设备组成超级终端的话，耳机呢就可以同时连接手机和 PC。比如在办公的时候啊，耳机播放着 PC 端的音乐，当手机来电呢，直接在 PC 端接听手机的来电，耳机呢会自动切换至手机通话音频。在手机和 PC 端多屏协同的同时，支持一个主窗口，再另外拓展分屏出2个副屏。多窗口的分屏啊，可以更好的利用 PC 端的大屏。其他常见的像文件分享了，PC 端直接解锁手机啊、拨打电话等等，同样是完美支持的。
这里如果我们抛开手机，用平板搭配 PC 端，那么平板呢作为中心设备和电脑一拉即合，默认呢就可以将平板扩展为电脑端的另外一块屏幕，两块屏幕协同操作，工作呢就更方便。如果你选择镜像屏幕，平板端的键盘以及压杆笔还可以直接用作电脑软件上面，等于说你的电脑旁边多了一个显示屏，又多了一个触摸板，还多了一个手绘板，并且在平板端显示的 PC 窗口还支持缩小，缩小之后呢继续保持连接。你可以继续操作平板上的软件。相反，如果你把电脑作为控制中心，那一拉即合同样可以实现上述这些功能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种情况PC、平板、手机如何互联打印机，实现一拉即合的打印功能。首先呢，手机、平板设备靠近打印机，就会自动的弹出连接打印机的卡片。以后呢，你不需要重新配对。一拉即合的打印机、手机或者平板端会以悬浮球的形式来存在。照片文件只需点击悬浮球就可以完成连续打印。在 PC 端打印的时候呢，你直接在控制中心选择打印机就行。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你在听歌或者是查看日历，用华为手机碰一碰，即可打印当前歌曲的完整歌词以及日历里的日程表。在影音娱乐方面新一代的鸿蒙3将分布式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。首先，本次呢智慧屏新增了超级桌面，首次配对完成之后，智慧屏呢可以直接使用手机端的软件，实现刷抖音购物、逛小红书等等手机端才有的操作，而手机端也会变成智慧屏的遥控器，实现上下左右滑动、点击、返回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因为手机软件比例的原因，难免呢会出现黑边的情况。此时呢，华为研发多年引以为傲的平行世界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以上的操作再配合 Sound 音响或者是华为的 FreeBuds Pro 2耳机，就可以让内容在音箱或者耳机里播放。也就是说，智慧屏上显示的是手机的内容，而音箱和耳机呢播放的也是手机里的音频。你会感觉这个内容是无处不在了。平板端的一拉即合智慧屏也可以实现平板端的屏幕镜像到智慧屏，或者是通过左上方快捷按键选择应用分屏。此时呢，可以将应用画面单独显示在智慧屏上，而平板端可以继续操作其他的应用。PC 端笔记本也是一样的，你可以选择 PC 端的屏幕镜像至智慧屏，或者把智慧屏呢当做扩展屏幕来使用。拿着86寸的屏幕打游戏、做表格，真的是非常爽。看完智慧屏那其他的影音娱乐方面呢，搭载了鸿蒙3系统的手机，支持将音乐还有视频音频共享到第二副耳机里面。你只需要在控制中心下拉音乐控制卡片，点击共享音频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和你的女朋友同时听一首歌，而且进度条是一样的。还有其他的场景，比如说你不满意手机或者平板的扬声器，觉得不够震撼，可以直接在播放卡片里选择在智慧屏或者是在 Sound 音响上面来播放音频。还有多设备的播控方面，比如说客厅的 Sound 音响正在播放音乐，而你在卧室呢拿着平板也在播放音乐，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在播控界面去关闭、调整客厅音响里面播放的内容，甚至直接都省去了一拉即合的操作。比如说你媳妇儿正在看电视，你在里屋就可以把它的音量关掉。在运动健康方面，华为的 Watch 3 Pro 手表搭配手机可以实现手表端直接调用手机端的摄像头，实现遥控拍照。而手机端你甚至都不需要解锁，还可以实现延时拍摄、切换镜头等等操作。在户外一个人需要自拍的时候，显然这是非常方便的，特别是在手表上面实时预览画面另外，手表端呢还可以控制手机端的声音大小，切换音乐播放设备，也可以用手表来控制手机的声音，播放在智慧屏当中。手表搭配智慧屏可以配合智慧屏实现在家里面健身检测运动的目的。比如说智慧屏上的 AI 慧眼摄像头配合体感游戏，手表呢就可以检测你健身运动的状态。当然，运动的时候你一样可以任意去选择播放的音频设备，比如说耳机比如说音箱。外出跑步的时候不需要携带手机配对耳机，你只需要将开通了 eSIM 卡的手表和耳机进行连接。其他的还有在手表端的控制中心一拉即合，就可以连接其他安装了鸿蒙系统的健身器材，联动来实现更多的健身体验。
可以说带了很久的华为 Watch 3逐渐的展示出它真正的实力了。在出行场景里啊，鸿蒙3系统也为有车的用户带来了车机方面的超级桌面。预计正式版呢会在9月份陆续推送，到时候啊我们也会去线下来实际体验一番。来问大家一下，平常喜欢开车吗？喜欢同学打个1，不开车同学打一杠。最后呢就是智能家居场景了。鸿蒙系统设备啊，或者是鸿蒙智联产品，通过傻瓜式的编程方式，可以实现满足条件即可联动，根据触发条件呢来联动其他的设备。最后呢是大家关心的手机端，那鸿蒙3系统同样带来了很多的升级。日常中超多数量的应用程序以及信息，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我们接收有用信息的方式。看着屏幕上超级过载爆炸的信息啊，每一次都觉得有点烦躁。那之前鸿蒙的信息卡片已经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了，而本次鸿蒙3可以将同尺寸的卡片堆叠到一起，极大的避免了信息杂乱以及占用页面的情况。上滑呢支持应用生成卡片后，拖动至其他卡片的地方就可以完成堆叠。在堆叠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下滑快速切换卡片的内容，下滑停顿调整卡片的顺序以及删除卡片。卡片呢还支持卡片组合，可以将不同尺寸的服务卡片自由分类，比如为你展示的办公快捷卡片夹，将静音按钮或者是勿扰模式、未接来电、备忘录或者邮件等一系列的操作归类到卡片文件夹里面。办公的时候呢，你只需要按需求快捷操作，就可以一键实现静音、勿扰、邮件收发等等，省去了进入2级菜单的繁琐步骤。再比如呢，这里根据出差的需求自定义出行卡片夹，你可以将航班信息、行程码、快捷扫码等其他出行需要的操作以及服务卡片统一到卡片夹之内。以上卡片夹新功能呢，均支持手机端与平板端的设置。而在图标归纳整理方面，本次鸿蒙3也带来了文件夹的尺寸的更多规格，可以在之前文件夹规格之上拉动边缘调整大小，以释放或者是叠加文件夹内应用的显示数量。更大的文件夹呢，在平板端大屏的体验上更为舒服。如果你还是嫌麻烦，那么鸿蒙3还提供了多种智能桌面的排布多屏，在桌面布局里选择颜色，可以根据应用图标、主题色以及邻近的色系进行智能排布。这绝对是强迫症福音了，不仅让我想起了你还可以按照应用的类别进行自动的分布，方便大家自由选择，省去了自己排布的麻烦。除了这些更新之外预计9月份上线的华为账号自拟形象也是本次升级的亮点。以上的这些功能让我们应接不暇。底层代码的改进和优化也让本次鸿蒙3呢在性能方面提升不少。在隐私安全方面，通过隐私中心呢，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数据去查看敏感的权限使用次数，可以看到哪些程序偷偷摸摸来调用你的隐私的。而且呢，还可以主动给出你保护建议。安全中心里呢，还可以看到同一个账号下其他设备的安全状态，还可以根据安全状况给予安全保护建议。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，鸿蒙3呢也给予同样重视，比如说听障人士，可以在拨打电话以及接听电话的时候呢，将语音 AI 识别成文字。这个功能我们在这篇视频里可能只有这一句话，但如果你真的耳朵听不见的话，可以想象一下，有了这个功能，你就能够看到给你打电话的人说什么了。体验完了本次鸿蒙3，那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方便快捷，你不需要复杂的操作，一拉即合就可以实现多设备的互联互通。更多的呢就是鸿蒙3在性能、流畅度、隐私安全、信息无障碍等方面都有不少的升级和改进。鸿蒙系统从诞生之初呢就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，多设备之间分布式的能力呢，经过这几年的迭代，也确实在快速完善。那本次体验呢，也让我们体验到了常用常新的鸿蒙。从鸿蒙全家桶到多设备的互联互通，让我们看到了华为为了万物互联所做出的努力。而鸿蒙系统呢，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、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就像之前余承东余总所说的鸿蒙一生万物，万物归一 ，One as all as one。多个搭载了鸿蒙的硬件，真的是在一起就可以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了。我们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华为会继续带给我们令人惊喜的硬件还有系统。